钱老板好大的威风，贪了江南3州的赈灾官银，逼死流民700余口。这顿花酒你喝的不嫌硌牙吗？你是天师会左护法，玉面罗刹中原。难为你还认得这块牌子。中原，你别太嚣张，这天下是天启王朝的天下，不是你天师会的。我每年给京城9000岁进贡白银30万两，我背后的人可是当今9000岁。你区区一个江湖草毛，敢动朝廷命官的钱袋子，不怕9000岁派人抄了你们天师会的总舵吗？9000岁，魏忠尧那条阉狗，他在京城作威作福也就罢了，手伸得太长，我不介意帮他剁。30万两白银，那是700条人命换来的血汗钱。你的银子魏忠尧闻着香，但我闻着只觉得恶心。你的报应来了。你逼死700流民时，魏忠尧没教过你，出来混是要还的吗？给我上！杀了这个疯婆娘，拿下她的人头，9000岁重重有赏。太慢。护法饶命，银子我退，我全退。晚了，下地狱去，给那700条人命磕头吧。苏姐，怎么这副慌张的样子？外面雨这么大，也不打把伞。要是着凉了，冬至又该念叨你了。苏姐，出大事了！这是京城岸县800里加急送来的，死了3匹快马才递到江南。苏姐，发生什么事？好一个9000岁，好一个魏忠尧！30万大军的粮草被焚烧殆尽，这运粮路线是我祖父提的，魏忠尧趁机发难，诬陷我祖父通敌叛国。如今我祖父已被打入诏狱，魏忠尧怎么敢如此明目张胆的陷害？苏姐，诏狱那种地方进去了非死即脱层皮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他在逼我苏家站队，更是在断边关将士的活路。传我令，召集东堂全员，即刻议事。情况你们都清楚了，我必须即刻入京。京城不比江湖，那是魏忠杰的天下，此行9死1生。但祖父含冤，我为人孙女，绝不能袖手旁观。苏姐，你说什么呢？你的家人就是我们的家人，谁敢动老丞相，我小韩毒烂他的肠子！就是，苏姐，东堂全员听凭调遣。好，冬至、小韩、大憨在，你们3人今夜便动身。冬至，你医术好，负责相府上下的饮食排查。小韩、大亨，你们一明一暗，贴身保护我父亲和弟妹。记住，要保护好你们自己。若遇强敌，不要硬拼，等我。苏姐放心。立冬，在，立刻调动东堂所有在京城的情报网，传令所有暗线，即日起全面潜伏京城。我要魏忠尧一党每天吃了什么，喝了什么，见了什么人，都记下。明白。可是苏姐，您若以本来面目回去，一旦被9000岁的人盯上，不仅难以查案，甚至会连累相府。所以中原护法今夜便闭关了。小雪、大雪，进来帮忙。来啦来啦！哎呀，苏姐，这缠胸的白布勒得太紧了。若是在京城露了破绽，那就完了。只是委屈你们俩了，要跟着我去京城吃苦。能跟着苏姐去哪儿都不苦。苏姐，您这易容术当真是出神入化。从今天起，世上没有天使护法。记住了，我是苏家旁部的公子苏元。即刻启程，走水路进京。本公子倒要看看，这京城的9000岁到底有几斤几两。公子，江面上的风停了。风停了，杀机就到了。魏忠尧的狗鼻子倒是灵，我这不过刚离江南，索命的小鬼就已经在水底下潜着了。找死！留活口问话，我亲自来。
怎么可能？魏忠尧手下的东厂番子只会使阴私手段，这等霸道的内家真气不是阉党的路数。说，是谁派你们来劫杀本公子的？魏忠尧出了多少银子？死士。公子您看，天地楼地煞杀手，好大的手笔！我原以为祖父下狱不过是朝堂上魏忠有铲除异己的党争手段，如今看来，这件事的背后绝不仅是阉党那么简单。小雪，传信给先一步入京的冬至他们，让他们务必盯紧相府内外每一寸地方，谨防天地楼的毒手。全速前进，天亮前我要入京城。魏忠尧那个老体仆，他是铁了心要置你祖父于死地啊！今日朝堂之上，北镇抚司的人竟然拿出了所谓的通敌信函，自己与你祖父的一模一样。皇上大怒，若是再无转机，3日后就要定罪了。父亲，你冷静些，你现在自乱阵脚，苏家就真的完了。冷静？我如何冷静？那可是诏狱啊！进去的人有几个能全头全尾的出来？谁？你是何人？竟敢夜闯相府，好大的胆子！阁下深夜造访，若求财，相府如今怕是拿不出什么。若是来索命，我苏玉拼死也要咬下你一块肉。父亲，阿玉，是我。玉儿，你是玉儿，阿姐。女儿不孝，让父亲受惊了。真的是你，傻孩子，你怎么敢回来呀？京城现在是天罗地网，魏忠尧正愁找不到借口诛苏家满门，快趁着夜色，你赶紧走！父亲，哭救不了祖父的命，退让只会让魏忠尧的刀砍得更深。姐姐，你这身打扮，你是有计划了？30万大军的粮草不可能凭空消失，若是寻常山火，不可能烧得那么干净。我来的路上遭遇了天地楼的劫杀，这绝非普通党争，而是有专业的高手介入。天地楼，江湖那个杀手组织，他们怎会卷入朝堂？这就是我们要查的真相。这件案子单靠苏家在朝堂上的几张嘴说不清，我要亲自查勘现场，翻看兵部底卷，亲自提审嫌犯。这怎么可能？魏忠要把持着北镇府府，你就算武功再高，也不可能硬闯镇府府啊！谁说我要硬闯？父亲，我要你明日去见一个人，镇阴司指挥使陆征。陆征早年游历四方，精通刑名侦查之术。为了洗清苏家嫌疑，苏家愿将此子送入南镇抚司效力，不求官职，只求一个查案的权限。你要以男儿身入镇阴司，一旦被发现欺君，那是死罪。此时苏家已在悬崖边上，顾不得那么多了。只有镇阴司的虎皮能挡住魏忠尧的暗箭，明面的刀剑交给我来挡。长姐，阿月不怕，姐姐回来了。阿姐，这是我这几日研制的金疮药，给你，你要好好的。阿月真乖，谢谢你。你就是苏德塞进来的那个什么苏家旁支子弟？苏渊那老匹夫如今还在诏狱里受刑，你们苏家不想着怎么披麻戴孝，倒还有心思往镇阴司里塞人？怎么想进来偷案卷劫狱啊？赵千户慎言，苏相虽入诏狱，但圣上尚未定罪，苏家便仍是天喜的功臣。你一口一个老匹夫，是觉得9000岁的规矩大过了大明律，还是大过了皇上的圣旨？放肆！一个戴罪之臣的家属也敢在镇阴司撒野？你信不信本官现在就以咆哮公堂之罪打断你的狗腿？你大可试试。我苏玉今日站在这里，
身上挂的是南镇抚司副千户的职，拿的是兵部的腰牌。你想打断我的腿，可以，把镇阴司指挥使陆大人请出来，让他当面验验我的委任状。好啊，既然苏副县令这么有本事，那本官就给你个证明自己的机会。镇阴司不养废物，这是城南长乐坊的无头女尸啊！哼，你既然是来办案的，本官限你3日之内查清此案，若是查不清，就给我扒了这身官服，滚出镇阴司！你疯了，敢烧卷宗！一份伪造的假口供，烧了便烧了。3个月前，长乐坊赌馆试醉酒，打死了偷跑出来的妾室。为了掩人耳目，火花城门官伪装成无头女尸丢入护林河。好俊的功夫，好凌厉的手段。苏德那个面团一样的脾气，竟能有你这样杀伐果断的旁败子弟，好，很好。属下苏元，见过指挥者大人。这桩案你办得漂亮，但在我镇阴司，不论出身，只看实力。粮草一案牵扯极广，你若真想为苏相洗冤，最好让本官看到你真正的价值。大人放心，定不会让您失望。苏姐，您今日在镇阴司立威，阉党那边肯定恨透了您。我要的就是他们恨，他们不乱，我怎么找梁大安的破绽？哎呦，这位置好，能看全京城的小娘子。这位兄台，雅间满了，拼个桌不介意吧？在下萧元，京城第一闲人，看兄台面生，刚入京。介意，滚出去！别这么冷淡嘛，相逢即是缘。比如，我恰好知道秦三厂烧粮草的大火，用的是西域进贡的火枭。武功不错呀，苏兄。火气这么大，可查不清天地楼的案子。你到底是谁？我说了，一个路过的情报贩子。今日这茶喝得不错，今夜子时城东废弃城隍庙，苏兄若有胆量，不妨去那儿看看，或许能捡到半个活使的线索。火枭曹运，公子，此人来路不明，恐有诈。他知道我是为了天地楼和梁发案而来，甚至知道火使。有诈又如何？越来越有意思了。传信给大小雪，今夜子时我们去探探这城隍庙。那是火枭的味道。公子，有脚印，而且是很新的官靴印。官靴，天地楼行事向来隐秘，若有官靴的痕迹，便坐实了他们与朝堂官员勾结的猜测。是提轮过的军用火枭，难怪清闲谷那场大火能把30万大军的粮草烧得连渣都不剩。原来是天地楼的火使利用江南商会的漕运，将大批火枭运入京城周边，进行了定向爆破。既然是天地楼火使干的，那这破庙里怎么连个守卫都没有？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针对我的死局。好快的反应，可惜今夜这城隍庙就是你的葬身之地。雕虫小技，天地楼的手段也不过如此。既然你们知道我的身份，还敢在此设伏，看来是做好了被镇阴司灭门的准备了。狂妄！杀了他！教主有令，不留活口！大雪、小雪，护好火枭证据。既然杀不了你，那就一起死吧！火使大人筹谋已久，绝不会让这些火酸落入朝廷手中。疯子，小心！大半夜的，玩火尿汤的道理，天地楼的狗腿子不懂吗？苏兄，我这情报包贩子不仅包打听，还包救命。你这回可是欠了我一个
天大的人情。你白天在酒楼引我来城隍庙，又恰巧在关键时刻出手，阁下是将苏某当傻子了不成？唉，苏兄这话可就伤人心了呀。我若想害你，刚才看着他点火便是。是天地楼留下的尾巴，他们今日发现你在查长乐坊的案子，猜到你会顺藤摸瓜，所以临时决定今夜引爆火枭，销毁证据。我可是拼了老命赶来救你的。留火可火使在哪？你们天地利楼焚烧军粮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你们永远也别想查到，楼主的棋局已经开始了。天地楼的地煞杀手都是从小培养的死士，问不出东西来。死人问不出，但这批火枭呢？这批火枭的数量巨大，绝不是民间能做到的。上面有江南商会的印记，说明是走水路来的。而能将这么多违禁品神不知鬼不觉地运进京城，必须有朝中重臣的通关文书。苏兄聪明，9000岁魏忠尧把持朝政，他的义子正是漕运总督。你说这通关文书是谁批的？你既然什么都知道，为何自己不去揭发，反而要引我入局？我说了，我只是个情报贩子，我怕死啊！苏兄，你背靠镇阴司，又有胆色，这得罪9000岁和天地楼的苦差事，自然是由你这种心怀苍生的大侠去做，最合适了。既然阁下如此贪生怕死，那今夜的这批火枭，便作为本官在镇阴司立足的投名状。苏兄且慢，这批火香，你现在不能动。你若现在交出去，魏忠尧只需随便推出一个替死鬼，就能把事情压下去。天地楼的火使也永远不会现身，苏相的冤屈依旧洗不清。你有什么计划？放长线钓大鱼。明日午时，天地楼会派人来接手这批火枭的，准备运往北郊，而负责护送的正是北镇府组的人。苏兄，你若能在北郊人赃并获，把9000岁的人和天地楼的火使绑在一起，这案子才算是真的翻了。好，大雪小雪，清理现场痕迹，我们走。萧元，我不管你是谁，也不管你有什么目的，你若真心帮我查清梁方案，我苏玉教你这个忙；但你若敢拿我苏家或是边关30万将士的性命做局，我这把扇骨下一个割断就是你的喉咙。这玉面罗刹的脾气还真是一如既往的对胃口啊！动作都快点，没吃饭吗？孙百丈，何必如此惊慌？青山谷30万大军粮草都已经烧成了灰，苏渊那老匹夫在诏狱里也活不过这几天。你们9000岁的大局已定，还怕这区区几箱剩下的火线运不出去？你懂什么？昨夜城东城隍庙出了岔子，留在那里的人全死了。南镇抚司那个新来的苏元，像条疯狗一样咬着不放。9000岁有令，这批火心必须即刻运往北监，绝不能在京城留下半点把柄。苏元不过是个走后门塞进的富钱货，若敢来坏我天地楼的事，我让他灰飞烟灭。哦，让我灰飞烟灭？阁下的口气倒比你这身上的火药味儿还要大。苏玉，你竟敢跟踪本官！这里是在办9000岁的密差，你无权过问。密差，把江南商会走私进京的军用火枭，偷偷转移给江湖杀手，这也叫密差？孙彪，你身为朝廷命官，识君之路，却勾结天地楼，毁了青沙谷的30万军粮，嫁祸当朝宰相苏渊，你这叫叛国！今日这火枭，这杀手，还有你这颗狗头，本官全都要了！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编排9000岁？既然你自己来送死，那就怪不得本官了。众校尉听令，南镇虎司傅千问苏元安同逆党，企图劫镖，给我当场格杀勿滥！
孙百户，你的废话太多了。火使大人，烧了30万将士的救命粮，你觉得你今天走得掉吗？玉面罗刹果然名不虚传，怎么穿上一身男人的皮，就真当自己是朝廷的青天大老爷了？天地楼的情报果然厉害，竟然已经查到了我的真实身份。既然知道我是谁，你就该知道，天石会的刀，从不留恶人的命。想杀我？公子小心！嚯！第一击为青霞谷被炸死的无辜将士，第二击为我祖父受的无妄之灾。别杀我！杀你，那太便宜你了。你的命得留到皇上的金銮殿上，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去算。好啊，怎么不跑了？孙百后，现在你还觉得这是你们北镇抚司的密差吗？苏大人，苏爷爷，我错了，我也是奉命行事啊，都是9000岁，不，都是魏忠尧逼我的。奉命行事，好一句奉命行事！为了一己私利，置边关安危于不顾，你们这种人，连天地楼的杀手都不如。天地楼是真小人，你们是披着官皮的活畜生！立冬，将火使和孙彪绑了，用破布堵上嘴，大雪小雪查验这5车火心，封贴南镇抚司的封条。是。祖父，您等我，很快了。公子，人证物证俱在，我们现在回镇阴司吗？不回镇阴司。陆征虽然铁面无辜司，但镇阴司毕竟是臣子，这件案子牵扯太广，在镇阴司审，魏忠佑依然有100种方法脱罪。公子的意思是，鸡鸣冤骨，带上人证物证，我要直接上金銮殿面圣。我要魏忠阳在满朝文武面前，把吃进去连本带利的吐出来。苏元，你太心急了，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，天地楼5大使者皆配银牌，你抓的不过是火使副手。你若现在去面圣，魏忠尧大可断尾求生，把走私火石的罪名全推给孙彪和这个副手，甚至反咬一口说你伪造物证，你根本扳不倒他。明日便是皇家围猎，皇上和文武百官皆会到场，你以镇阴司护卫的身份随本官前往，先摸清朝堂的底，再伺机而动。是属下鲁莽，听从大人吩咐。郡主承让了，看来这围场终究是我们男人的天下。郡主还是尽早回深闺绣花去吧。你放肆！借弓一用。你是何人？见赎金如此了得！镇阴司南镇抚司副牵系苏元。苏元，你就是那个连破奇案的苏家公子。好，本郡主记住你了，苏元，敢不敢下场与本郡主亲自比试一场？职责在身，恕难从命。有刺客，出家！哼，冲着我来的。苏元，小心！找死！是天地楼的杀手。这刺客竟混入皇家围猎场，敢问9000岁，这负责外围警戒的东厂是怎么当的差？莫不是与这天地楼串通一气？
苏公子大驾光临，令这揽月湖蓬荜生辉。沈姑娘客气了，苏某不过是一介武夫，不懂什么诗词歌赋，只怕唐突了家人。苏公子在围场上一剑救下郡主，英姿勃发，早已是京中一段佳话，何必自辩？这是晚臣亲手烹制的君山红尘，还请公子品鉴。这是千出散，无色无味，半个时辰毒发，沈婉清。哼，想下毒控我，做阉党的傀儡。沈姑娘亲手烹的茶，苏某自然要全干了。好茶，茶香清雅，余味绵长。沈姑娘不仅才情出众，这烹茶的手艺更是精中一绝。苏某初入京城，若是能常得沈姑娘指点一二，也是人生一大快事。阉党想以美人毒计控我，我便顺水推舟，深入虎穴，才能揪出梁法案与天地楼的牵连。苏公子若是喜欢，婉清随时恭候。哎呦，这君山黄坛虽好，但喝多了可是要坏肚子的。苏兄，你这就不够意思了，有美女作伴，也不叫上小弟我。你怎么在这儿？诗会嘛，哪里有热闹，我这京城第一闲人自然就在哪里。沈姑娘的茶喝不得，那可是带刺的玫瑰。武公公绝顶，情报通天，连下毒之事都一清二楚。他究竟是谁？为何屡次三番帮我？多谢萧兄提醒。不过苏某这人天生胃口好，再硬的刺我也能嚼碎了咽下去。沈姑娘，你这诗会光喝茶作诗多没意思，不如咱们来玩点刺激的。萧公子想玩什么？猜生死。我猜沈姑娘今日这诗会不仅是省秋，还是为了北郊那批刚刚被镇阴司查封的东西。不如咱们打个赌，赌9000岁这次能不能保住项上人头。三言两语便挑最敏感的痛处，这情报贩子行事竟比我还要狂妄100倍。苏大人，出事了！苏德大人刚刚在回府途中遭遇死士式伏击，身受重伤。魏忠尧，属下失职，没能将刺客全数斩杀，让苏大人受了惊，请公子降罪。起来，起来！你以一敌十，能护住父亲性命已是大功，这笔账算不到你头上。玉儿，是为父大意了。今日下朝，为父本想去联络几位旧日同僚为老太爷求情，谁知刚入暗巷便遭了伏击。若非大汗姑娘拼死相护，为父这把老骨头今日便交代了。他们急了。我们在北郊劫了火仙，又在围场撕破了天地楼的伪装。魏忠尧知道苏家手里握着兵部的粮草抵账，这是要狗急跳墙，杀人灭口。父亲今日出行的路线极为隐秘，刺客却能精准伏击，这说明阉党与天地楼的情报网已经彻底渗透了京城，连相府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的监视之下。是天地楼的12弟之子属，京城情报头子，眼线遍布，最善窃听拔窃。只要这双眼睛还在，苏家永无宁日。立冬，属下在，传令下去，东堂在京所有暗线全部收缩。明日我要亲手剜了天地楼在京城的这双眼睛。苏副千行，你这几日风头出得够大了，哪几件不知道从哪个铁匠铺打来的破烂暗器，就敢诬陷朝廷重臣勾结江湖杀手？我看分明是你为了救你那叛国的祖父，伪造证据，私通江湖。吵什么？陆大人，这苏元伪造证据，意图干扰北镇抚司办案，属下正要将他拿下审问。没有确凿的人证，仅凭几件暗器，确实不足以9000岁的罪。苏玉，物证暂扣，你退下反省，放手去查。这是知道有内鬼，想暗中放行，准我便宜行事，继续暗查。
息准吗？北镇抚司传出的消息不会有假，只要拿到苏家的抵账，9000岁重重有赏。拿抵当也要看你有没有命拿。子鼠，本公子等你很久了。中计了，撤！想走？天罗地网！在我面前动刀。子鼠，我耐心有限，交代出北镇抚苏里到底有谁是你们的人。说了，我给你个痛快。玉面罗刹，你以为抓了我就能翻盘？楼主的棋盘早就铺好了，你们苏家还有整个天启都要给我们陪葬。公子小心，这味道是毒，这毒发痕迹是四蛇的独门毒药。好一招气锤保帅，好一招杀人灭口。我一直以为镇阴司只是被阉党渗透，没想到天地楼的主角竟然已经深入了赵玉这等核心腹地。雷厉风行，不择手段，苏玉，你很不错。陆大人谬赞，只可惜线索断了。无碍，你能拔掉子鼠，证明你确有破局之能。从今日起，本官允许你动用镇阴司南司的所有资源，包括假字号暗探。多谢大人，3日之内，我必将北镇抚司的内鬼连同天地楼的暗桩一起挖出来，送到您的案头。拿着，这锭金子够你在京城买座3进的宅子。拿了钱就闭紧嘴，守在门外，半个时辰内无论听到什么，都不许回头看一眼。祖父，你是玉儿，糊涂啊！这京城如今是天罗地网，你怎么敢如此回京？祖父受苦，玉儿若是躲在江南，还修什么侠盗？玉儿已经查明，焚烧粮草的正是江湖第一暗杀组织天地楼，只要把物证呈上去，便能证明您的清白。糊涂！你以为魏忠尧那条阉狗真的只是为了陷害我？他烧的是边关30万大军的粮草，要断的是天启的国本，这是你死我活的党争啊！玉儿，听君，这水太深了，你要记住，若势不可为，保住苏家血脉，退回江湖。祖父居庙堂不畏死，玉儿既入局，便没有退的道理。不仅要救苏家，更要护这苍生。只要拿到能定死阉党的铁证，这局便能翻。这铁证到底在哪儿？不，去找你父亲，兵部30万大军的粮草抵账就藏在他手里，拿到他直接面圣。玉儿，这就是抵账，这是我们苏家几百口人，还有边关30万将士的命啊！您放心，明面的刀剑女儿来挡。父亲，关紧府门，明日我定要那魏忠孝在金轮殿上脱掉一层皮。9000岁有令，抵账留下，苏家余孽的项上人头也留下。就凭你们这群安杂草寇，也配拿本公子的命？放冷箭，别让他喘息。大半夜的，这么多人欺负一个俊俏公子，你们阉党的脸皮是城墙倒拐做的吗？萧元，你怎么来了？谁让我这情报贩子心善，见不得朋友送命呢？背靠背，左边的杂碎交给我。小心！你等什么？不要命了！真疼啊！别发呆了，这点毒还要不了我的命！快走，带着抵账进宫！你要是没把魏忠涛那牢拉下满，本公子做鬼也不放过你！臣南镇抚司副千户苏元有10万火急之情，叩见圣上。大胆狂徒，竟敢擅闯金銮殿，惊扰圣驾！来人，给大家拖出去！谁敢动我？臣要状告9000岁魏忠尧勾结江湖杀手天地楼，用火枭焚烧30万大军军粮，诬陷当朝宰相苏渊。此乃兵部粮草抵账，与天地楼火药布证，请圣上明断。好一个天雷放火，好一个山火意外！陆征何在？臣在。
朕命你即刻封锁魏忠尧府邸，彻查天地楼与粮草一案，不论牵扯到谁，绝不姑息。魏忠尧，你给朕睁大眼睛看看，这就是你说的山火意外，勾结江湖杀手，烧了朕30万大军的救命粮。你这9000岁，是不是想把朕的龙椅也一并炸了？皇上明鉴，老奴冤枉啊！老奴对皇上忠心耿耿，日月可见。这全都是孙彪这个吃里扒外的杀，定是这杀的贪图天地楼的贿赂，私自要卖火枭。事发后又怕皇上降罪，这才串通天地楼烧了粮草，想嫁祸给苏相。老奴御下不严，被这蒙了心的奴才骗了，求皇上治老奴失察之罪。9000岁，你……魏忠尧权倾朝野，党羽遍布6部，单凭一次良法案，还无法将他彻底连根拔起。好一个失察之罪！北镇抚司百户孙彪勾结逆党，欺上瞒下，即刻拖出午门。魏忠尧御下不严，罚封3年，交出京城防卫营兵权，闭门思过1月。至于宰相苏渊，苏渊无罪释放，官复原职。苏渊查案有功，赏黄金1000两。臣谢主隆恩。苏玉，你果然在这里。郡主安好。那日围场一别，你便没了人影。听说你单枪匹马闯了金轮殿，本郡主还替你捏了把汗呢。不过你干得漂亮，我早看魏忠之那条老烟雨不顺眼。苏公子，郡主别来无恙。沈姑娘，多日不见，姑娘的茶艺，苏某还甚是想念呢。苏公子若是不嫌弃，改日晚经再为公子烹茶。苏大人好大的排场，连郡主和神女都围着你转。今日大喜，不如你我切磋一二，给在座的贵客们助助兴，如何？王统领喝醉了，今日是家宴，不动刀兵。苏大人这就不懂了，五人切磋才是最好的贺礼。找死！郡主退后，免得被疯狗咬伤。你就只会躲吗？你！哎呦喂，王统领，你这下手也太没轻没重了吧！苏兄这顶玉冠可是我前些日子送他的生辰礼，花了我整整500两银子，你一剑就给劈了，赔钱！今日不拿出1000两，你别想走出相府的大门！你疯了，伤还没好就到处乱跑。怎么，心疼了？中原护法穿女装，定是极好的，也不知何时能得偿所愿呀。你找死！你的命都是我的，护法是想恩将仇报吗？保护相爷！点子扎手，接阵！想动相爷，问过姑奶奶手里的毒了吗？我的眼睛，我的手！这魏忠尧难道疯了吗？刚刚才被皇上夺了兵权，竟敢直接派人来刺杀当朝宰相！姐姐，这是北方边军的通行令牌。边军，难道刺杀父亲的不是阉党，而是边关的武将？父亲，
您糊涂了。祖父刚刚才在金銮殿上为边关将士讨回了粮草公道，边关武将感恩戴德还来不及，怎么可能派人来刺杀？这分明是有人欲盖弥彰。魏忠尧不甘失势，暗中联合天地楼派人刺杀祖父，并嫁祸边关武将，是想挑起文武对立。魏忠尧这是要绝了天启的根啊！一旦文武大臣在朝堂上彻底撕破脸，这江山可就真的要大乱了。不仅如此，祖父，粮方案虽平，但他们焚烧军粮，渗透诏狱，如今又挑拨文武关系，天地楼想要的根本不是江湖，而是这天下的动荡。玉儿，你打算怎么做？他们在京城的布局被我撕破了一角，必然会有所动作。传信给岁首掌门和重阳长老，让各地分道加强戒备。既然天地楼的根在江湖，那我就回江湖去会会这群见不得光的魑魅魍魉。交代你的事情办得如何了？回大人的话，属下已经查明，做护法中原，正是京城苏相的亲孙女苏玉。她此次入京，不仅带走了东堂的精锐，还以男装身份混入了镇阴司，廉颇大人在京城的几处布局。苏玉，玉面罗刹，哼，区区一个护法，也想服用汉术。岁首那个老不死的，最近在做什么？岁首掌门近期一直在闭关，不过问俗务。总舵内现在由重阳长老和右护法中秋主事。大人，苏玉如今远在京城，总舵内部空虚，只要大人一声令下，属下愿为天地楼做内应，打开总舵的山门防御。楼主有令，先不急着动总舵，你继续潜伏，随时向地煞传递天师会各地分道的动向。这瓶是解药，拿去压制你体内的蛊毒吧。多谢大人，多谢楼主，属下定为天地楼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去准备吧，江湖的好日子到头了，楼主的清道大阵要开始了。护法，杭州分洞出事了。天地楼，好一个天地楼！这笔血债，我要他们千倍万的偿还。玉儿，祖父，天地楼图我江南同门，京城梁公案已平，阉党短时间内不敢再轻举妄动。面堂的局，您和父亲已稳住，但江湖的火，玉儿必须亲自去灭。玉儿，那可是杀人不眨眼的天地楼啊！你让他去。当年我与你师父岁首曾有过一个约定，他弃官入江湖，我留守着污浊的庙堂。我们约好，一守庙堂之远，一守江湖之险，为的都是这天下苍生。老友啊，你教出了一个好徒弟，我苏家这担子终于有人接过去了。玉儿，去吧。玉儿谨记。冬至、小寒、大寒，属下在。你们三人继续留守京城，死守相府，护佑苏家上下安全。京城一旦有变，立刻传信总炮。小雪、大雪、立冬在，备快马，随我即刻南下。苏姐，行囊都备齐了，随时可以开船。哎呦，护法大人这大清早的，是要去哪儿发财呀？怎么也不叫上我这个闲人？萧元，你又来凑什么热闹？别这么冷淡嘛，我可是正经生意人。江南商会最近有一批好茶叶，我正要去收获。既然顺路，不如搭护法大人的顺风船，路上还能互相有个照应。这人虽然满嘴跑马，但在京城替我挡的那一记毒箭却是真的。更何况天地楼的眼线无孔不入，有他在，情报方面确实能省去不少麻烦。开船！若是他在船上聒噪，直接扔进江里喂鱼。
苏姐，外围的机关阵法完好无损，没有被强行破坏的痕迹。兄弟们甚至没来得及拔刀，就在睡梦中被抹了脖子。大门是从里面被打开的，分舵的防御部署被人提前泄露了。什么？苏姐的意思是我们内部有内鬼？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拿到分舵防御图，甚至让杭州分舵连预警信号都发不出去，这内鬼在天石会的地位绝对不低。传信给秋堂，暗中彻查近半个月所有接触过各地防御图的高层，一定要把内鬼揪出来，绝不放过。苏姐，2连外的暗巷有极重的血腥气，还有兵刃交接的声音。走去看看。别怕，坏人已经死了。拿着这些银票，去城外的粥棚买热包子吃，藏好，千万别被人看到。快走吧，天气越来越冷了，别冻死在街上。这是天地楼12地支的杀手。刺客在里面，知府大人遇害了，围起来，格杀勿论。苏姐，要动手抓他吗？他是天地楼的人，说不定知道内鬼的线索。先不抓，留着。走。是天石会的中原，他为什么要帮我？这是谢礼还是战书呢？堂堂天石会左护法，竟然包庇敌对势力的杀手。苏姐，你这心肠到底是石头做的还是豆腐做的？他手里的刀向着贪官，给出的银票向着弱者。只要心里装着苍生，即便是天地楼的杀手，亦配得上一个侠字。这江湖不是非黑即白的。走吧，回总舵，抓那个真正的内鬼。玉儿，你回来啦。阿秋，你受累了。京城凶险，你不仅要周旋于阉党之间，还要赶回来挑这副担子。岁守掌门闭关未出，总舵现在人心惶惶。你回来，大家就有主心骨了。放心，有我在，天塌不下来。杭州分舵的事，我已亲自勘察过。见过左护法。外围阵法未动，大门内而开。诸位，我们天石会里出内鬼了。护法此言差矣。分舵63条人命血迹未干，护法不去想怎么报仇，反而一回来就怀疑自家兄弟。属下主张立刻集结下堂与春堂主力，主动出击攻打天地楼的江南据点。我们要血债血偿。送死吗？这防御图只有在座的高层知晓，内鬼不除，你带着主力出去，天地楼的陷阱就在外面等着你。你是想让天石会彻底绝后吗？左护法远在京城享清福，自然体会不到兄弟们惨死的痛。放你娘的罗圈屁！苏丫头在京城那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跟阉党斗，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在这阴阳怪气？他说有内鬼，那就一定有内鬼。谁再敢嚼舌根，老子的执法堂先请他吃30杀为板。中原护法言之有理，大敌当前，内部不可先乱。彻查内鬼之事，永远护法全负负责，任何人不得有异议。剩下的各堂注意警戒，散了吧。传令东堂所有暗探，给我死死盯住下堂，尤其是盲殿。他今日如此激进的想把主力派出去，太过反常了。属下明白。都没吃饭吗？这拳头软得像娘们儿。要是遇上天地楼的杀手，你们连给人家挠痒痒都不配。重来！相府的大小姐，江湖不是过家家。你这身细皮嫩肉的，趁早滚回去绣花。苏丫头，发什么愣呢？喏，山下刚买的，还热乎着。看你这愁眉苦脸的样子，吃口甜的压压惊。端午大哥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思吃糖糕？天塌下来，不也得先填饱肚子？内鬼的事儿，你别给自己太大压力。这天石会不是你一个人的，还有咱们这帮老骨头撑着呢。那些死去的兄弟，咱们一定会给他们讨公道。苏丫头，大哥跟你说个秘密，你可别告诉别人。什么秘密？就是
前阵子我在山下的流民村救下了一个姑娘，叫阿兰。她性子温婉，不仅不嫌弃我长得糙，还会给我缝衣两性。我们俩两情相悦。这次内鬼的事情处理完，把天地楼、卓长楼打退了，把她娶进门，给她一个安稳的家。真的，那是好事啊！到时候我这个做妹子的一定送阿兰嫂子一份最厚重的新婚大礼。那就一言为定了。报！天地楼的杀手袭击山外30里处的流民村，见人就杀，连老人和孩子不放过。什么？那村里安置的都是昨日刚从北方逃难来的百姓啊！天地楼屠戮周边流民村落，这是在逼我们天石会主力献善出战。不好了！端午长师听到流民村遇袭，眼睛都红了，已经带着几10个执法堂的兄弟杀下山去救援了。阿兰还在那个村子里，难怪一向服从命令的端午会如此冲动。这个蠢货，那是连环计！大雪、小雪、立冬，随我即刻驰援！我也去，那里有我安置的百姓，我绝不能坐视不管。是天地楼的牧使，那绿雾是南疆的噬心蛊毒。端午大哥，端午大哥，别过来！苏丫头有埋伏，别管老子，带着阿兰和孩子们走。阿秋，破阵，交给我。破！这女娃是谁？竟然能破我的古阵？牧使，拿命来祭奠这满村的冤魂吧！牧使，拿命来！好霸道的内力！你不是普通弟子，你是玉面罗刹！知道就好，速速受死！玉面大叉，你真以为天地楼屠村只是为了好玩？楼主有令，今日不仅要灭了这些流民，更要将你天石会的精锐尽数绞杀于此。退！所有人向后山外围的山门撤退！阿秋、立冬、大雪、小雪结阵掩护百姓上山。你也一起走！端午大哥，你伤得太重，快跟阿秋撤！苏丫头，别管我！你是天石会的左护法，你的命比我值钱。这群杂碎人数太多，必须有人在这山门隘口把他们死死盯住，百姓才能活。妹子，阿兰就拜托你照顾了，告诉他，老子这辈子没食言，说护他周全就一定护他周全，老子下辈子再娶她。大哥，滚啊！没时间了，别磨磨唧唧的，快带着百姓滚上山，别让老子白死！王八蛋，爷爷来了，快来受死！一定要坚持住，我马上回来救你！不自量力的蝼蚁，给我碎！都别过来！小崽子们，老子走了，你们练功没人管，应该更自在些吧？阿兰妹子，我食言了，余生找个好人家，下辈子咱们再会。这到底是个什么怪物？不行，快撤！他们援兵要到了！端午大哥，我苏玉对天起誓，凡伤我天石会弟子，害无辜百姓者，我必让天地楼百倍偿之。哭够了吗？哭够了，就拿起刀，跟我去揪出那个害死端午大哥的死径！端午战死，辽明村被屠。天地楼之所以能如此精准地捏住我们的人和兵力调动，是因为总舵的部分早就被内鬼送了出去。这份是全新的防御图，你们抓紧安排下去，不要让天地楼的人钻了空子。
我已查明，内鬼就在下堂与秋堂的高层之中。这几日，我故意放出风声，说总道防御空虚，这份全新的防御图，今夜我便要看看是谁急着把这份假图送下山去。这大半夜的，是要给谁通风报信啊？左护法，你听我解释，我只是在巡夜。解释？你大半夜拿着信鸽，还能是饿了不成？要解释，去地下跟杭州分把的63条人命，跟端午大哥解释吧。我认栽。是，都是我干的。天地楼给了我黄金1万两，许诺事成之后，让我做这江南武林的盟主。我还计划里应外合，攻破总报。只可惜被你这丫头识破了。卖友求荣，死不足惜。但我天石会不杀手无寸铁之人，按秋堂规矩，废除其武功，押入后山采石场劳役赎罪。是，让他后半辈子都在忏悔中度过。就天地楼骗我！这是蛊毒。天地楼根本没想过让他活着，从2把案挑拨文屠戮流民，到近日的进攻，不好，大家小心！报，苏姐，后山药房和流民安置点地天了，有大批杀手从地道里钻出来了。阿秋还在药房，秋堂弟子随我迎敌，大雪、小雪、立冬，跟我去药房救援。春堂弟子结庆沐浴阵，死守大门。大家别怕，只要我还有一口气，就绝不让这群恶匪踏进安置点半步。嘿嘿嘿嘿，右护法真是菩萨心肠，只可惜菩萨也救不了死人。春堂弟子带流民往高处撤。疯女人，你不要命了！阿秋，玉儿，别哭，守好天使会，守好百姓。你先别说话，我用内力给你逼毒。没用的，我自己的身体我清楚。玉儿，元宵也就是消元，那人心不坏，你别总凶他。可惜阿秋再也不能陪玉儿逛灯会了。玉儿，不要！天地楼，你们这群王八蛋！玉面罗刹不过是个被感情左右的废物，不堪一击，果真是废物。苏姐，下地狱去陪你的好姐妹吧。老夫的徒弟，也是你这等杂碎能动的。老不死的东西，你果然小安还活着！退下！太慢了。哈哈哈！老东西，你也没力气了啊！也就看着唬人，你气血枯衰，我看你能撑几招？师傅，苏姐，你内伤太重，现在
给我死！师傅，老东西，你输了，是吗？苍生破阵！废物，撤！师傅，玉儿，哭什么？老夫还没死呢。师傅，我带你去疗伤，我带你去找最好的大夫。没用了，老夫的心脉已受重创，这副残躯只能自行调愈。重阳，我闭关之后，这天石会不能乱。诸位，杭州分舵被灭，总舵遇袭，端午长事与中秋护法壮烈勋阵，掌门重伤必须闭关。如今我天石会已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，左护法中原临危受命，揪出内鬼血战熊洞。老朽提议，在掌门闭关期间，由左护法中原暂代主事人一职，统领天石会4堂一切事务，谁有异议？东堂誓死追随中原护法。誓死追随中原护法。中原接令。训职会总定没归来。端午大哥，阿秋，你来了。又查到了什么？2件事。第一，天地楼的楼主身份依然是个谜，但右护法人在总舵奇袭失败后，已经带着核心人马秘密潜逃，他离开的方向是京城。他去京城做什么？这就引出了第2件事。记得你在杭州救下的那个叫卯兔的小杀手吗？我的人查到了他的踪迹，他现在就藏在杭州城外的流民围里，而且他似乎掌握着天地楼在江南的秘密联络点。卯兔，那个流民分银子的小丫头。他为什么没有跟着天地楼撤退？据我所知，他的亲生弟弟被天地楼当作人质挟持在某处，他这次任务失败，若是回去，他弟弟必死无疑。苏姐，这可是一步险棋，你敢不敢走？有何不敢？明日一早下山寻卯兔。苏姐，就是前面那间破庙，兄弟们顺着您那日给那几个流民儿童的碎银子，一路摸到了这里，人就在里面，受了伤。哼！垂死挣扎。12地吃的卯兔，就这点本事吗？玉面罗刹，你既然那日放了我，今日又何必赶尽杀绝？动手吧！我若想杀你，那日在暗巷你就已经是具尸体了。我是来找你做笔交易的，你帮我做事，我保你活命。交易？我不过是天地楼养的一条狗，如今任务失败，已经是弃子了，能帮你做什么？你可以做插在天地楼心口的一把刀，只要你做我的内应，提供天地楼江南据点的所有情报，我可以给你一条生路。我弟弟还在他们手里，我若背叛天地楼，楼主会把他折磨得生不如死。我不能用他的命来换我的命。如果我能把他全虚全伪的救出来呢？我苏玉对天起誓，天石会必倾尽全力将你弟弟从天地楼的魔窟中带出来。作为交换，我要天地楼的计划。好，我信你一次。苏护法，你们天石会都以为天地楼屠村灭分段是为了争夺江湖霸主之位吗？你们错了，大错特错。什么意思？楼主的心比你们想的要大得多，也毒得多。
皇城的魏忠尧以为花钱就能买动我们烧粮草，摄政王以为我们在帮他招兵买马，他们都是蠢货。楼主的终极目的是让天启朝廷与江湖彻底对立，让外敌与内患同时爆发。他要的是这个天下的皇权。这根本不是简单的江湖仇杀，而是改朝换代的阴谋。那所谓的江湖恩怨，不过是倾覆这天下棋局的第一步。这棋局下的可真够大的。既然他想吞了这天下，那咱们就崩碎他满口的牙。天地楼想把江湖当作颠覆天下的刀，那我就先把这江断成一块他们啃不动的铁板。岁首掌门闭关，天使会是没人了吗？如今竟让一个20出头的黄毛丫头坐着主位。中原护法，你发天时令召集我等，说天地楼要毁了整个江湖，简直是一派胡言。江湖仇杀向来是你死我活，天地楼灭你分破，那是你们两家的恩怨，凭什么要拉着我们各大门派一起去送死？就是，天地楼连你们岁首掌门都能重创，我们去凑什么热闹？我天机门向来中立，只要不惹天地楼，他们还能无缘无故灭了我天机门不成？中立。衡山长老，你看看那块碎了的木牌，那是你衡山派外门弟子在江南开设的镖局令牌。3日前，天地楼劫了你们的镖，杀了1师3口人，连襁褓中的婴儿都没放过。天机门堂主，你以为闭门不出就能自保？半个月前，天机门在江南的3家药铺被付之一炬，掌柜被抽筋扒皮。你们真以为那是走水？那是天地楼在把你们的暗桩。天地楼要的不是谁的项上人头，他们要的是天下大乱，覆巢之下焉有完卵？你们今日退一步，明日天地楼的屠刀就会架在你们的脖子上。等他们把你们个个击破的时候，你们再去跟阎王爷说你们是中立的吧。说得好，我丐帮弟子遍布天下，最知百姓疾苦，天地楼屠杀流民，简直禽兽不如。我丐帮愿与天使会结盟，共抗魔教局，也愿结盟。这帮畜生杀我镖师，此仇不报非君子。既然中原护法已有万全之策，我等愿听凭差遣。苏盟主，这威风耍得可真漂亮。不过打仗可是个烧钱的买卖，你把整个江湖都绑上了天使会的转车，咱们库房里的那些银子，连给这帮大侠们塞牙缝都不够啊！没钱，那就去借。天地楼不是用江南商会断我们的财路吗？明日我就去亲自会会那位江南商会的总会长，我要他把吃进去的连本带利给我吐出来。中原护法，不是金某人不讲情面，天地楼掌控着整个江南商会的财源，他停了漕运粮道，导致天使会赈济流民的粮草难以为继，我这儿也难办呀。金某也是个生意人，天地楼势大，得罪了他们，我这商会的船连江都下不去。天使会现在是个填不满的无底洞，这笔亏本买卖我可不敢做。金会长，你把刀架在自己的脖子上，却真以为天地楼只是想借你们的手打压天使会，他们要的是整个江南的盐铁专卖权。等天是一个被抄家灭族，连骨头渣子都不剩的，就是你金万两。护法危言耸听了，天地楼答应过，他们答应过分你30成利。金会长，你怕是不知道，天地楼连朝廷的30万军粮都敢烧，你这聚宝阁的这点银子，在他们眼里不过是块随时能割的肥肉。这是我天使会与江南武林同盟的契书，只要商会恢复粮道，天使会与各大门派将无偿为商会提供镖局护卫，保你水路畅通无阻。金会长是做天地楼案板上的鱼肉，还是做我天使会的盟友？你自己选。既然金会长这么难选，那本座就替你选吧。天使会苏玉恼羞成怒，胆大包天，竟刺杀金会长！杀！护驾，快护驾！想在我面前玩这种栽赃陷害的把戏，瞎了你的狗眼！留活口，别动！
金会长，现在你信了吗？我信。从今日起，从江南商会的粮船全凭中原大法调遣，谁敢拦天石会的粮，就是跟我聚宝阁过不去。给我凿沉粮船，1粒米也不准运过去。在这片水域，我就是王。王，在这片水域，你连个王八都算不上。玉面罗刹，你竟然亲自压船！在陆地上我怕你3分，但在水里，你只有喂鱼的份儿。放箭！动手！怎么回事？船漏了！给端午大哥偿命来！疯子！想走？苏姐，喝口水吧。端午大哥和阿秋姐如果在天有灵，看到这些一定会很高兴的。他们会看到的，这才是真正的江湖，这才是我们拼死也要守住的苍生。我说苏大盟主，你这成天扒拉着算盘珠子，都快变成聚宝阁金万刀那副市侩模样了。这江南大好的秋色，你不去赏，岂不是暴殄天物？萧元，你要是闲得额骨头疼，就去后商着劈柴。我天石会不养闲人，尤其是满嘴跑马的闲人。劈柴那是粗人干的活，我这双手可是用来掌握天下情报的。怎么，今日账目对上了？要不要本公子大发慈悲，带你去西湖边上尝尝正宗的叫花鸡？不好，出事了，是东堂的最高级海东琴。出什么事了？苏雨送来急信，魏忠耀联合党友在朝堂发难，弹劾祖父私通江湖门派。私通江湖门派？魏忠耀这条老狗鼻子倒是灵，难道是你前几日召集武林各大门派结盟的事情走漏了风声？结盟之事声势浩大，根本瞒不住。魏忠尧在金轮殿上倒打一耙，说我祖父表面上是清流宰相，背地里却让孙女掌控江湖第一大帮派，还纠集各大门派结成同盟，意图拥兵自重，图谋不轨。那皇帝的态度呢？皇帝态度不明，自古帝王多猜忌。我苏家在朝堂上有兵部抵账护身，如今在姜文湖上又有了天石会这把利刃，功高震主。皇上这是在借魏忠尧的手敲打我苏家，甚至想借机收拢江湖势力。我祖父现在已经被变相软禁在相府，兵部上下也被东厂的人死死盯住。好一招釜底抽薪！天地楼在江南闹出这么大动静，右护法人却神秘失踪，看来他们是把真正的杀招留在了京城。魏忠尧不过是他们用来搅浑朝堂这池水的一颗棋子。京城生变，我必须即刻北上，连呼吸都不得放得极轻。立冬、明中，召集所有在座高层议事。事情大家都清楚了。我不在的这段时间，总督一切事务交由重阳长老定夺。夏堂主、春堂主，属下在。你们二人，一人主防，一人主虚。我走之后，立刻加固后山阵法，所有子取消休沐，进入1级战备状态。若有来犯之敌，不必通报。属下领命，定不负护法所托。苏姐，这京城的浑水算我一个。我这情报贩子
最喜欢看阉党倒大霉的样子了。随你的便，但若拖了后腿，我绝不救你。沉沉抢断。这苏相国可是彻底失宠了。这架势，我看苏家离抄家灭族也不远了。少废话，招子放量。父亲，阿月，玉儿，姐姐，你终于回来了。那些坏人天天在外面守着，月儿好怕。别怕，姐姐回来了。天塌下来，姐姐给你顶着。祖父，月儿来迟了。不迟，你在江南做的事，祖父都听说了。结盟江湖，斩杀水使，你做得好，这才是我们苏家儿女该有的风骨。但魏忠乔却以此大做文章。无妨，皇上不过是想看看我苏家的底牌。只要兵部的粮草底案还在我们手里，魏忠尧就咬不死我们。现在最关键的是天地楼接下来的动作。玉儿，你在明处太危险了。祖父放心，玉儿这次回来就是要跟他们好好算算总账。阿月，姐姐带你出去透透气。姐姐，可是外面到处都是东厂的人，有姐姐在，就算是魏忠要亲自来了，也动不了你一根头发。哇，阿姐好厉害！阿姐变成阿哥好帅呀！阿姐还有更厉害的呢。走，咱出去逛街。亮晶明晶不亮，混将在神神脸上里。想吃什么？姐姐给你买。姐姐，我想吃那个，但是人太多了，挤不过去。哎呦，这不是苏家小千金和苏大人吗？怎么挤在这人堆里受罪？喏，刚买的，还热乎。哼，不对，还凉着呢。小阿月，怎么几天不见瘦了这么多？是不是你姐姐欺负你了？谢谢小哥哥。你倒是清闲，不在你的情报窝里待着，跑着大街上招摇过市。这不听说苏护法带着妹妹出来体察逼特来护驾吗？顺便告诉你个好摄息，你让我查的那个摄政王府的暗线有眉目了。人太多了，小心踩着脚，抓紧萧哥哥的肩膀，萧哥哥带你骑大马，看谁敢挤咱们小神医。这元宵倒也不算太招人烦。说正事，昨夜摄政王府进了一个神秘客，虽然对方戴着斗笠，但我的人认出了他腰间佩戴的一块玉佩，那是前朝皇室的龙纹玉。天地楼右护法人，极有可能。天地楼的楼主若是前朝余孽，那这位右护法显然已经开始游说摄政王了。摄政王手握重兵，一旦他被说动，与天地楼里应外合，这京城怕是撑不过这个冬天。原来如此，这才是天地楼楼主真正的计划。萧远，你可知摄政王萧景手里握着多少兵马？天启王朝兵分3路，你祖父与兵部能调动的是驻扎在北疆防备外敌的30万边军，魏忠耀手里攥着的是京城内外3万禁军与锦衣卫，而摄政王萧景手里却握着西北大营整整20万的百战之师。若是这位皇叔真的被天地楼策反，那便是不死不休的内战。西北大营一旦挥师逼宫，北疆边军必然要回撤秦王，届时边关空虚，外敌若趁虚而入，天启王朝便会陷入内忧外患的绝境。这就是天地楼想要的改朝换代。摄政王萧景当年驾崩时，当年他曾临危受稳定朝局，这人心高气傲，一直觉得当今皇帝软弱无能。右护法是个极其擅长攻心的高手，他只需稍加挑拨，给摄政王画绘一幅黄袍加身的蓝图，那这局棋便无解了。破局的关键就在这位神秘的右护法身上，只要能扒下他伪装的皮，将他前朝余孽的身份公之于众，摄政王为了避嫌，绝不敢再与他同流合污。你想怎么做？查东堂在京城的暗线虽然折损了不少，但骨干还在。我要你动用你所有的情报网，配合天石会，给我死死盯住摄政王府，
连摄政王府每天倒出去的泔水桶，我都要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残羹剩饭。苏盟主发话，小弟敢不从命。不过，咱们现在是不是该先顾顾眼前这位小祖宗？阿月，吃饱了吗？天快凉了，咱们该回府了。吃饱了，萧哥哥买的栗子可甜啦。小神医要是喜欢，明儿萧哥哥再给你买城南的桂花糕。好呀，好呀。姐姐，那上面弹琴的好像是沈姐姐。现在这种形势，她倒是有闲情雅致在这里抚琴。这阉党的干女儿，心可真够大的。沈婉清，你不过是魏忠尧养的一条狗，你凭什么在这里对我指手画脚？让开！沈姑娘，没事了。苏公子，多谢公子救命之恩。若非公子，婉清今日恐已命丧黄泉。举手之劳，沈小姐不必挂齿。沈姑娘，聚仙楼的栏杆年久失修，以后倚抗时还需多加小心。若是明枪，今日恰逢苏某，尚且还能挡一挡；若是暗箭，姑娘就只能自己留心了。婉清，受教了。嘿呦呦，这光天化日之下英雄救美，真是羡煞旁人啊！沈姑娘，你这从天而降的缘分，可是别人求都求不来的。怎么不请咱们苏大英雄上楼喝杯压惊茶？今日婉清受了惊吓，实在失仪。改日婉清定当登门相辅，正式向苏公子道谢。苏姐，你这难言祸水的本事，可比你的武功还要厉害。那沈婉清，看你的眼神可拉丝了。胡说八道什么？那栏杆是被人动过手脚的。沈婉清夹在阉党与各方势力之间，日子并不好过。她本性不坏，若是能将她从魏忠霄的阵营里拉出来，对我们扳倒阉党，绝对是一大暴利。哼，攻心计啊！不战而屈人之兵，苏盟主高明。你少贫嘴！姐姐好厉害，刚才飞得那么高。好了，咱们该回去了。祖父和父亲还在等我们。玉儿，你刚才说天地楼的诱护法已经潜入了摄政王府，此事非同小可。萧景手里不仅有西北大营，在京城12卫中也有他不少旧部。一旦他倒向天地楼，京城顷刻间便是一片火海。祖父放心，我已让萧元动用情报网死死盯住王府，但我们不能坐以待毙。天地楼想拉摄政王入局，必定会抛出巨大的绯物，而萧景此人极其疼爱他的独女永安郡主萧明瑶。若我们能从郡主身上寻找突破口，郡主，那可是金枝玉叶，你怎么接近？自然是用苏元这个身份去接近。明日我便去镇阴司复职。听说皇家围猎之后，郡主对苏元公子的剑术念念不忘，甚至曾派人到镇阴司打听。只要我重回镇阴司，他定会自己找上门来。你既然已有成算，放手去做便是。朝堂之上，老夫就算拼了这条老命，也会替你挡住魏忠尧的明枪暗棒。苏府千里，你不是去江南办事了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怎么，本官回国还需要向你通报？属下苏元从江南归来，特向指挥使大人复命。进。江南的水你搅得不错，魏忠要在皇上面前参了苏相一本，说你们苏家在江南结党营私。皇上虽然留州中不发，但镇阴司里已经被安插了不少眼线。大人明鉴，苏元在江南不过是惩治了几个与天地楼勾结的水贼罢了。
明人不说暗话。苏玉，你老实告诉我，天地楼到底想干什么？他们要的是这个天下。大人，右护法人已经回京，目标直指摄政王。一旦萧景倒戈，天启威夷。乱臣贼子！难怪最近兵部那边频繁有兵马调动的暗信，魏忠尧竟然还以为那是摄政王在防备他。大人，如今阉党与摄政王两派互相倾压，反而给了天地楼可乘之机。苏玉恳请大人准许下方便行事，彻查摄政王府与天地楼的勾连。好，这是麒麟谕令，见令如见我，你放手去办。属下领命。苏玉，你果然在这里。苏某见过郡主，郡主安好。少来这套虚礼！本郡主听说你回京了，特意在这里堵你。上次在围场，你那一剑的风采，本郡主可是惦记了好久。今日天气不错，跟我去西郊马场，咱们好好比试比试。鱼儿上钩了。既然郡主盛情难却，苏某自当奉陪。苏元，你是不是故意让着本郡主？你在围场上的剑术那般了得，骑术怎么可能这么慢？郡主骑术精湛，这匹踏雪更是万中无一的良马。苏元这匹不过是镇阴司马厩里的寻常马米，能跟上郡主的脚步，已是竭尽全力了。哼，算你会说话，不过光跑马没意思，咱们去后山的林子里打猎。今日谁猎到的猎物多，谁就请客去聚仙楼吃醉仙鹅。郡主，林林生危险，不可深入。郡主，苏某近日在镇阴司查案，听说摄政王府贵最近门庭世事，王爷广纳天下贤才，可有此事？可不是嘛，父王最近不知道怎么了，整日把自己关在书房里，尤其是前几日，府里来了一个戴着斗笠的神秘客。父王对他极其礼遇，甚至直接封他为首席幕僚。两人经常在书房里一谈就是一整夜，连我这个亲生女儿都不让靠近。斗笠神秘客，首席幕僚，这就对上了。卯兔送来的密信说，天地右护法人已回京，下一步将对朝堂动手。摄政王即将被拉入棋局，那位右护法人已经成功在摄政王府站稳了脚跟。哦，能让王爷恢复一片如此看重，想必这位先生定有惊天绘地之才。不知这位先生尊姓大名？哼，府里的人都叫他周先生。我不喜欢他，那人身上总透着一股阴森森的气，看着就让人不舒服。我劝过父王，让他少跟这种来历不明的人接触，可父王竟然为了他训斥我。有猎物！啊！咦，危险！郡主退后！军用连弩，这种连弩是边关守城用的重器，民间私藏一把便是死罪，怎么会出现在这皇家的狩猎场里？这里怎么会有连弩？这里恐怕不是什么猎场了。郡主，无论发生什么，千万别出声。这是……在天启地脚下，皇家西郊，竟然隐藏着一个如此庞大的私造兵工厂。这是私造兵器，意图谋反啊！那将领是我父王最信任的副将，他竟然真的在筹备谋反。什么人在那里？暴露了！
郡主，我们快走。苏公子，我父王他……郡主，今日我们在林中所见，绝不能向任何人提起，包括你的父王。此事牵扯太大，一旦走漏风声，王府上下几百口人，包括郡主你，都将万劫不复。苏公子，你一定有办法的，对不对？我父王他只是一时糊涂，他不能做乱臣贼子啊！我会查清真相。摄政王走到这一步，那个叫周先生的诱护法功不可没。出来吧，别在树上装猴子了。苏盟主，这英雄救美的戏码演的是越来越熟练了啊！看把人家小郡主感动的，眼珠子都恨不得长你身上。少废话，你怎么会出现在西郊？我手底下的探子发现，最近京城的铁价极其反常，我顺藤摸瓜就摸到了这西郊。苏姐，那凹地里的兵器全都是按照西北大营的制式打造的，而且我刚才在暗处看得很清楚，知道那些工匠如何将连弩上弦的，是天地楼的人。那几个监工的袖口都绣着天地楼的暗记。摄政王出钱出人，天地楼出技术和图纸，他们这根本不是在筹备普通的谋反，这是在打造一支无敌的私军。一旦这批连弩装备到西北军中，京城的禁军根本不堪一击。现在你打算怎么办？抓人拿赃，但这兵工厂防守极为森严，不能硬拼。你继续盯着这批兵器的去向，只要他们敢往外运，我镇阴司就敢半路截标。魏忠尧说，我是一个被遗弃的孤女，是他大发慈悲收养了我，教我读书，给了我锦衣玉食的生活，所以我这辈子都要做他手里最听话的刀。沈姑娘身上的这块玉佩，雕工出自前朝御用工匠之手，这种制式唯有当年的江南道御史沈家才配使用。只可惜10年前沈家满门120口，因为弹劾内廷贪腐被满门抄斩了。江南道御史沈家满门抄斩，义父。天启10年冬，江南道御史沈正阳妄议朝政，诽谤内廷，9000岁魏公公令诛其9族，查抄家产，念其幼女年寿且颇有姿色，收入府内，赐名婉清，以为后用。认贼作父，我竟然认贼作父了！整整10年，我甚至还帮着那个杀了全家的恶魔去陷害忠良，去杀人越货。魏忠尧，我要你血偿！这苏元去了一趟江南，听说惹了不少麻烦。9000岁在朝堂上参了苏相一本，这回苏家怕是要彻底倒台了。等苏家一倒，咱们就把那姓苏的小白脸从副前位置上扒下来，扔进诏狱里好好伺候伺候。就是一个靠走后门进来的废物，也敢在咱们兄弟面前摆官威。什么人敢擅闯镇阴司？怎么，几位百镇大人拿着朝廷的俸禄不够，还要靠吸百姓的血来填饱肚子？苏大人，我们兄弟只是在核查赃款，苏大人一回京就踹门，未免太不把规矩放在眼里了吧？哼，规矩，我的规矩就是这南镇抚司的规矩。放肆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？苏元马上就要沦为弹球了，你还敢在这里耍威风？来人，给我把这个目无法纪的狂徒拿下！指挥使麒麟谕令在此，见令如见陆大人。南镇抚司百户刘3等7人，结党营私贪赃枉法，暗通东厂，给我全部拿下！敢有反抗者，就地格杀！苏大人饶命，我们都是奉了9000岁的。堵上嘴，拖进水牢。没有我的命令，任何人不准探视。公子，南司里的阉党眼线已经清理干净了，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？这只是开胃菜。魏忠尧和摄政王现在都在防着彼此，我要利用这南镇抚司的权力，把这潭水搅得更浑，
传令下去，让潜伏于在京城的暗探放出风声，就说南镇抚司刚刚截获了一批从西北运来的特殊货物，正在秘密审讯。公子是想打草惊蛇，让天地楼和摄政王府的人自乱阵脚？不错，摄政王府的那个私造兵工厂是一把双刃剑。只要这风声一出，摄政王必定会怀疑是魏忠尧的东厂在暗中查他，而魏忠尧也会怀疑摄政王在暗中招兵买马。我要让他们狗咬狗。出来。苏大人。沈姑娘深夜孤身来此，若是被9000岁的眼线发现，可是要出人命的。我的命10年前就该绝了。苏公子在聚仙楼救我一命，又用言语点醒我，晚清今日来是来还恩，也是来寻合作的。合作？哼，沈姑娘是9000岁最疼爱的义女，东厂的独仙子。你来找我这个镇阴司的副千仞合作，不怕魏忠孝将你千刀万剐吗？认贼作父10年，每叫他一声义父，我现在都觉得恶心至极。他杀我父母，屠我满门120口，此等血海深仇，我沈婉金若不能亲手将他碎尸万段，誓不为人。这颗被天地楼和阉党玩弄于股掌之中的棋子，终于彻底觉醒了。你想怎么合作？这是9000岁书房暗格的结构图，以及东厂在京城12位中安插的所有暗桩名单。我还可以继续留在魏忠尧身边，做你安插在阉党里最深的那根毒刺。只要能扳倒他，我愿意粉身碎骨。这份名单足以将魏忠尧在军中的势力连根拔起。沈姑娘，这条路一旦踏上，就再无回头之日。你在他身边卧底，稍有不慎，便是万劫不复。婉清早就是个死人了，何惧万劫不复？苏公子，我知道你们苏家想要什么。我只要魏忠尧的命，其他的全凭公子差遣。3日后，魏忠尧会在城南的别院密会几位军中要员。公子若想抓人，那是个绝佳的机会。这魏忠尧养了10年的金丝雀，竟然变成了一只血的夜宵。苏盟主，你这策反的本事，真是让小弟叹为熏主啊！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在沈姑娘说要粉身碎骨的时候，有了这份名单。加上沈婉晴做内应，魏忠孝用这棵大树算是被你从根部锯断了一半。别高兴得太早，魏忠尧是一条疯狗，逼急了什么都咬。而且摄政王那边的私造连弩始终是个隐患，我们必须赶在天地楼发动总攻之前，把这2颗毒瘤同时切掉。苏玉，这京城的棋局太险了，天地楼的诱护法不是一鱼之辈。你若是觉得累了，随时告诉我。我这情报贩子的肩膀虽然借不到千军万马，但扛着你全身而退，还是绰绰有余的。全身而退，我苏玉的字典里只有死战，没有后退。走吧，回相府，看看这份名单，今夜又是一个不眠之夜。李公公，9000岁答应拨给南大人的那批军饷何时能到账啊？苏渊那老东西在朝堂上天天盯着咱们，兄弟们这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呀。王将军急什么？干爹说了，只要你们联合上书，坐实了苏家勾结江湖草莽的谋反之罪，别说军饷，以后这京城的12位还不是咱们自家兄弟说了算？魏忠尧，先跟你收点利息。沈姑娘，干爹可是把你夸到了天上，来，给本将军敬杯酒。什么人？镇阴司南镇抚司奉指挥使陆大人手令，缉拿逆党。苏元，你疯了吗？这里是9000岁的别藩，你敢带着镇阴司的人闯进来，不想活了？
魏忠尧的一条阉狗也敢在本官面前狂吠，拿下！敢有反抗者，就地正法！杀！给我宰了这姓苏的小白脸儿！怎么回事？我的内力起效了。找死！拦住他！快拦住他！快拦住他！想走？搜！公子都在这里了，这些账册上清楚地记录了阉党克扣军饷、买官卖官的铁证。有了这些东西，加上沈婉清提供的那份军中暗装名单，魏忠尧在军中的势力算是彻底瘫化了。哼，这演技不错啊！将这些乱臣贼子全部押回南镇抚水牢，连夜突审。是。祖父，阉党在南大营和兵部安插的爪牙，今夜已被我连根拔起。只要明日早朝有几位清流御史将这些铁证呈送御前，魏忠言就算是有9条命，皇上也护不住他了。好，玉儿，你这一手釜底抽薪干得漂亮。没了这些军中的羽翼，魏忠尧这只没有牙的老虎，就只能任由我们宰割了。这下，咱们苏家头顶的阴霾终于要散了。萧元，你不在外面盯着摄政王府，跑这来做什么？苏玉，苏相国出大事了，魏忠尧这条线恐怕要暂时放一放了。什么意思？我留在西郊的探子拼死送回来的情报，摄政王萧景反了！什么？就在你带人突袭南郊别府的时候，摄政王以清君侧诛阉党的名义，调动了隐藏在西郊的私军，并且全部装备了我们在密林里见到的那种军用连弩。不仅如此，他连夜传出了奖诏，西北大营的20万大军已经拔营，正星夜兼程向京城逼近。调虎离山，借刀杀人，这位右护法真是将人心算计到了顶子里。西北大军一旦入关，天启必亡啊！不仅如此，西郊那些私军，今夜的目标不是皇宫，而是相府。不错，摄政王打出的旗号是清君侧，魏忠尧是第一，你们苏家就是第二，所以我们得赶紧走，相府危险了。都退了！都退了！保护相爷！看来今夜不是你死，就是我亡了。苏玉，东堂的精锐刚才都在南郊，现在府里只有几十名护卫，根本挡不住那叛军和连弩。跟我走，相府后花园有一条密道直通城外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我若走了，我祖父怎么办？我父亲怎么办？相府上下100多口人怎么办？我苏家世代忠良，岂能像丧家之犬般逃窜？今日老夫便与你一同会会这些乱臣贼子。好，那今日我们苏家便在这火海之中杀出一条血路。真是个疯女人！既然要疯，那本公子今夜就陪你疯到底。往前，一个不留！祖父，退后！哼，好霸道的内力，不愧是玉面罗刹。不过，就算你武功再高，能挡得住这军中精锐吗？给我撞开大门，重甲步兵碾碎他们！父亲，
带祖父和阿月去密道，快！玉儿，老夫不走。相爷，您留在这里只会让苏姐分心。快走，这里交给我和她。苏盟主，说好了陪你疯到底，本公子可不喜欢站在女人身后。好强的内力，你这小子藏得够深的。干我们这一行的，要是没点保佑保命的绝活，早被人大卸八块。专心对敌，别用那种崇拜的眼神看我，我会分心的。闭嘴！苏玉，别做困兽之斗了，交出兵部的粮草抵账和虎旗，本座可以考虑留你全尸。留我全尸？你这前朝的阴沟老鼠也配？就是现在！保护周先生！苏玉，滚开！果然见不得光。放箭，射死他！苏玉，漫天花雨散！我的眼睛毒，快退！谁敢伤我武林同盟盟主，就带长棍！衡山派在此，护卫苏盟主。长风镖局前来助阵！你们怎么会来得这么快？你以为我这几天在京城是吃干饭的？我早察觉到摄政王有异动，提前用加急信鸽通知了驻扎在京郊的武林同盟。我就知道这群讲义气的江湖汉子绝对不会看着你孤军奋战。好，算你立了一大功。周先生，刚才道州不好了，我们在城内野心的不明势力的疯狂清洗，还有西郊恐有变故。什么？好一个玉面罗刹，好一个武林同盟！今夜算你们命大！撤！想跑？奶奶的！当这京城是你们家后花园吗？穷寇莫追！苏盟主，这帮孙子已经被咱们杀破了胆，此时不追，更待何时啊？今夜雨势直大，长街巷木地形复杂，敌军虽然撤退，但并未彻底溃散。若是他们在暗处设下伏兵，用连弩压阵，我们贸然追击只会徒增伤亡。更何况相府的火还没灭，我祖父和家眷还在密室之中，当务之急是救火就救人，稳住阵脚。苏盟主说的对，是老叫花子我莽撞了。兄弟们，别管那些逃命的王八嘎子了，先帮苏盟主救火！衡山弟子听令，截水阵，提水救火。长风镖局的兄弟们，把府内那些受伤的家丁抬出来，上金疮药。诸位兄弟，今夜若非诸位神兵天降，我苏家123口人，恐怕已化作这残垣下的焦骨。苏玉，待苏家上下谢过诸位救命之恩。哎，苏盟主这是哪里话？当初在江南，若是没有天师会的粮草，我们这些老叫花子早就饿死在街头了。江湖儿女讲究的就是一个义字。苏盟主有难，咱们就是拼了这条命，也得赶过来拔刀相助啊！就是，苏盟主太见外了。这是我天机门秘制的冰蝉百鹿丸，专治内伤。苏盟主刚才硬扛那妖人的宝刀，想必内息有些翻涌，赶紧服下一颗。多谢。不过苏盟主，这京城的水可真够不深的。刚才那些穿着重甲、拿着连弩的兵，可不像是普通的江湖杀手，那是正儿八经的军队啊！这天启地脚下，竟然有人敢公然调动军队围攻当朝宰相的府邸。诸位大侠有所不知，这京城里的弯弯绕绕，可比蜀中的山路还要曲折。今夜风大雨急，
各位大侠仗义出手，苏家感激不尽。相府前院虽然毁了，但后厨的地窖里还藏着几十坛上好的女儿红。我已经命人将完好的西院收拾了出来，生了炭火。各位若是不嫌弃，今夜便在相府大口吃肉，大碗喝酒，去这秋雨的寒气。好，有酒就行。苏盟主的朋友就是痛快，走走走，喝酒去。你倒是反客为主，拿我苏家的好酒做人情。我这是在替你善后。这种朝堂上的浑水，江湖人知道的越少，对他们越安全。若是让他们知道今夜来的是摄政王的私军，反而会给武林同盟招来杀身之祸。快去后宅看看你祖父他们吧。姐姐，阿月不怕，姐姐在这里，坏人都被赶跑了。玉儿，祖父父亲，玉儿不孝，让你们受惊了。保住了忠良的血脉，何来不孝之说？只是今夜这阵仗，天地楼是动了真格的。是摄政王的私军，右护法人狗急跳墙，想趁着我突袭南郊别府的时候端了我们相府。祖父父亲，你们且安心歇息。今夜咱们虽然险象环生，但也彻底摸清了天地楼的底细。他们现在只能靠着这几千死柱在暗中搅弄风云，说明摄政王的主力大军还未真正准备好撕破脸皮。刚才在万军中冲大杀四方的时候，连眉头都不皱一下，现在知道疼了。你轻点儿，别动。怎么，看我看呆了？虽然本公子确实生得英俊潇洒，但苏盟主这么直勾勾地盯着我，我可是会害羞的。你少往自己脸上贴金。你把那把连弩拿过来。这种连弩我们在西郊的密林里见过，但你仔细看，它的齿轮被天地楼的工匠改造过，缩小了3成。缩小齿轮，这意味着射程和穿透力会大幅下降，但上连的速度却会翻倍。这种改造是为了打极其狭窄空间内的巷战，用这种武器来围攻相府，确实能够形成。但这正是最不合理的地方。你刚才说今夜包围相府的叛军大约有多少人？绝不会超过300。从地面的踩踏深度和阵型的宽度来看，300已经是极限。这就对了，摄政王在西郊密林里囤着的兵器，足够装备1万人的精锐私军。既然要灭我苏府，为何只派300人？而且，既然用了连弩这种大杀器，为何不在第一时间集中所有火力向相府夷为平地，反而要用重甲步兵去撞门，白白拖延时间？你是说，右护法今夜带人来，根本不是为了杀人，而是为了放火？不错，右护法知道我们苏家手里掌握着兵部历年来的粮草底账，这些底账不仅能定死魏忠尧贪墨军饷的死罪，更能查出摄政王暗中打造私军的资金流水。所以，他借着清军线的幌子，实际上是想用火箭烧毁这些致命的铁证。300人足够把相府点燃，又不会引起京城守军的恐慌和皇帝的注意。等火烧起来，铁证化为灰烬，他再顺势撤退，这算盘打得可真够精的。可惜，他算错了一步。兵部那些真正的底账，早在3天前就被我暗中转移到了镇阴司南镇抚司的地下金库里。今夜书房里烧掉的，不过是我让人伪造的一堆废纸罢了。妙啊，苏姐，你这招暗度陈仓简直绝了！右护法自以为得计，实际上却是在对着一堆废纸发飙。若是让他知道真相，恐怕得气得当场吐血。他们今晚不仅扑了个空，而且还落下了巨大的把柄。南郊别院那边，我们拿到了阉党在军中的暗装名单和账册；相府边，我们又缴获了摄政王私造的连弩。明日早朝，这份大礼足够让魏忠阳和摄政王喝上一壶了。哎呦，堂堂玉面楼刹武林梦主，竟然饿得肚子叫。这要是传出去，江湖上不知道得惊掉多少人的下巴。萧元，你找打是不是？别，苏盟主饶命！这会儿街上的早市应该快出了，城西那家李记的蟹黄包味道堪称京城一绝，不知小弟是否有这个荣幸，去给你买2笼热乎乎的包子回来垫垫肚子？我要3笼，还要1碗豆汁。得令。
苏姐，小阿威，快出来趁热吃！城西李记刚出笼的蟹黄包，我可是排了第1锅。萧哥哥，吃吧，折腾了一夜，铁打的人也得饿穿葱了。味道如何？本公子亲自去排队买的，没给你这位武林公主丢份儿吧？尚可。不过比起我天石会东堂厨子做的醉仙鹅，还是差了点火候。苏大护法这嘴可真刁。姐姐的伤口还疼吗？皮肉伤而已，不碍事。我刚才去看了苏相国和苏伯父，他们虽然受了惊吓，但精神尚好。我已经让相府的下人去熬安神汤了。昨夜武林同盟的兄弟们在西厢房喝到了天亮，这会儿大多已经散去，回城外的据点休整了。丐帮帮主临走前托我带话，说只要苏盟主一声令下，他们随时再入京城。替我多谢他们。接下来是朝堂上的暗战，他们留在城内，反而容易被有心人利用。苏姐，阿月，你先回后宅看看祖父醒了没有。东堂的兄弟在清理长街尽头的战场时，在敌军撤退的必经之路上，发现了一匹被刘子射死的战马。那战马的配饰极其奢华，应该是天地楼某位高层的坐骑。这是在马鞍的暗格里搜出来的东西。这是什么？青天剑。你是说，这封信里的内容与前朝皇陵有关？甲子日，潜龙入渊，地宫门开，借阴兵10万，赴天启之机。天启之机，借阴兵起之机，这天地楼难道还会什么妖术不成？这世上哪有什么阴兵？所谓阴兵，不过是个幌子。前朝皇室在覆灭之前，曾在皇家陵寝的地宫中埋藏了一批足以颠覆天下的副宝藏。宝藏更可怕的是，那地宫里不仅有金银财宝，还藏着前朝耗尽国力打造的机关兵马俑。机关马俑，看来昨夜右护法带人来袭击相府，不仅是为了烧毁兵部底账，他也是在试探京城的城防底线。他们在为开启地宫做最后的准备。这钦天剑必定有天地楼的内应，他们需要钦天剑的星象推演，来确定开启地宫甲子日的具体时辰。苏玉，这京城的棋盘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。棋盘越大，杀起来才越痛快。废物，都是一群废物！李福那个蠢货，不仅被苏元生擒，还把咱家辛苦经营的军中账册全都弄丢了。咱家要诛他9族！义父息怒，别气坏了身子。那苏元不过是侥幸，义父在宫中还有皇上倚重，只要你懂什么？苏渊老贼，你以为拔了咱家的羽蜜就能扳倒咱家？咱家在深宫里经营了30年，真以为皇上离得开咱家晚清？女儿在，你去准备一下，今夜咱家要进宫面圣。既然苏家不让咱家好过，那咱家就让他们苏家还有那个什么狗屁镇阴司，全都在这京城里灰飞烟灭。是，女儿这就去准备。皇上，老奴冤枉啊！皇上要为老奴做主啊！昨夜苏渊那老匹夫仗着自己是3朝元老，竟指使他那个在镇阴司当差的孙子苏元，带着一群来历不明的江湖草莽，强行攻破了老奴在南郊的别院。他们不仅劫掠财物，还残杀了老奴府上的数10口人命。皇上，苏家这是结党营私，拥兵自重，意图谋反啊！臣等弹劾内阁首辅苏渊，纵容家属，勾结江湖魔教，无视国法，擅杀朝廷命官，请皇上明鉴，立刻将苏家满门抄斩，以儆效尤。苏爱卿，魏公公与诸位御史所言，你作何解释？回皇上，魏公公确实冤枉，
因为昨夜突袭南郊别堡的根本不是什么江湖草莽，而是镇阴司南镇抚司的人，查的也不是他魏忠尧的私人家产，而是动摇我天启国本的逆贼。你血口喷人！镇阴司指挥使陆征昨夜就在宫中当值，南镇抚司怎么可能擅自出动？没有皇上的圣旨，没有三法司的批文，擅闯皇家赐予老奴的别邸，你这就是谋逆！是不是谋逆？魏公公看看这个便知。微臣南镇抚司副千户苏元叩见皇上。苏元，你这箱子里装的究竟是什么？回皇上，回皇上，这是微臣昨夜奉指挥使陆大人之命，在魏公公南郊别隅的地下密室中查获的铁证。其一，兵部右侍郎与南大营3名副将私下克扣朝廷下拨的24万相关军饷，将其以魏公公的名义在江南放印子钱，致使边关将士忍饥挨顾。账册在此，笔笔皆有魏公公的私印。你胡说，这是你伪造的。其二，东厂暗中在京城12卫中安插眼线，买官卖官，收受贿赂达数百万两白银，这是他们昨夜密会的来往信件。魏忠尧，你结党营私，贪墨军饷，祸乱军心，你甚至私下圈养死士，意图染指兵权，究竟是苏家谋反，还是你这国贼燕瑞意图颠覆朝纲？皇上，这是陷害，这是苏家和陆征联手给老奴下的套啊！老奴对皇上忠心耿耿，皇上明鉴啊！是不是陷害？皇上只需让大理寺核对印经笔记，再提审昨夜在别院被微臣生擒的那几名将领，便可真相大白。大理寺卿将这些证物全部封存。魏忠尧贪墨军饷，罪无可恕，即刻摘去顶盖，褫夺东厂提低旨，交由三法司会审。若有同党，无论官居何位，绝不姑息。